于朦胧案再爆出了骇人内幕，有知情人揭开了虐杀的细节，描述之惨烈，令人几乎窒息，直指背后活体贩器官和暗网交易的黑幕。另外，有知情人爆料，天娱公司早就有虐杀于朦胧的预谋，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一条龙的在精准实施。与此同时，红后代林北川又出大招，号召退伍军人集体举报，而且已经得到了一些人的回应。而对于网民的抹黑攻击和中共压制真相，有一位资深人士分享了如何对抗的宝贵经验。我每天都在深扒中共和于朦胧案件背后的鬼，已经成了中共攻击的对象了，所以非常需要大家支持，请大家呢继续向我爆料，并且呢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点赞和转发也同样是在跟我一起回击中共。另外呢，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的时政民生。我还有一个副频道叫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3档节目，速度更快也更及时，同样请大家关注一下。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30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10月31号星期五。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又增长了几千人，正在逼近63万。这里呢，谢谢大家的努力。我希望能够快点突破100万，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能够出面为于朦胧发声。我们在说于朦胧被虐杀的时候，通常会用残忍来形容那恶鬼们的凶残，但这只是形容，真实情况如何呢？有一位疑似知情的人在抖音的账户描述的情况几乎令人窒息，我都差点忍不住要爆粗口。帖子中写接受了，但这个人描述的情况彻底撞烂了我们的底线。那些人确实不是人，他们是鬼。不过这些鬼只是具体行恶的，他们是在鬼头的指使下做事。谁是鬼头呢？当然是他们背后的大佬、大佬、更大的大佬。那追到底就是中共。大家想想看，一个小鬼都能这么的邪恶，那一直戴着伪光正面具的那个鬼佬中共是什么样呢？太让人震惊了。我们得稍稍的平复一下。我呢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一款被称为血液清道夫的好产品——深黄九蒸蜜参片。如果早上要是起不来，下午又没精神，而晚上又睡不着，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自己老的表现。我告诉您，这是元气不足的体现。来自韩国锦山人参之都的这个深黄九蒸蜜参片呐，是严选6年根高丽参。它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曝之后呢，皂带和里边的抗氧化成分非常活跃，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升人体免疫力。每天呢，只要吃1片，就可以补回元气，使精神稳定，气色更红润，不容易疲劳。它这个大的盒子里面呢，里边有小包装，非常的小巧方便，无论是放在包包上、车上、办公桌上都可以。当我们感觉到累了、饿了，或者是脑袋转不动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吃1片。我们工作人员试吃之后呢，说这个味道啊，有点像蜜饯，好吃不苦，10几分钟，这个脑子立刻就清醒了。所以呢，我的同事们把它称作是口袋能量站血液清道夫。那购买链接呢，我就放在今天的视频下面。不过我提醒大家，您现在购买只能是预定，因为这款产品一上市就非常受欢迎。我们进来的这些产品呢，几天功夫全都售光了。所以啊，您现在预定大约得2周之后，我们就可以给您发货了。那想买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您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这样您可以享受85折优惠。原价是$240这一盒，折扣之后只需要$204，所以呢会给您节省不少的钱。接着来说于朦胧的这个事儿。前天的节目中我提到的那位自称狗仔的人，今天他在 Threads 又发了一个爆料的帖子。
不过这个帖子呀，发上去之后很快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被 Threads 给删帖了。可是呢，有手快的网友已经把这个帖子给截图下来了。说到这个 Threads，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咱们这里呢，先把这个爆料帖子内容说完。帖子中爆料了7点内容，第一点是针对杜强的，提出了几个心知肚明的疑问。其中表示，事发后11号联系过杜强，是大经济何小晶接的电话。14号再次联系上杜强，他说这事儿不是他能管的。后面再打电话就是被挂，之后再也联系不上。11号至14号之间，于朦胧有行程，但杜强给粉丝的消息是到14号才有行程。于朦胧14号进组开机。帖子中质疑，为什么事发后杜强装作伤心的样子，但后面又冷漠处理？为什么杜强不给粉丝正确的行程消息？为什么杜强要做伪证？第二点是，网友扒到的密室相关是真的，可以接着查。密室的老板和一伞烟雨的出品人是同一个。我在前面的一期节目中扒过这个密室老板，也就是赵云池啊。赵云池就是一伞烟雨的出品人。但是呢，现在百度已经把一伞烟雨制片人赵云池给删除了。如果没有鬼，你跑什么呢？越跑不就越说明有问题吗？第三点呢，就是家属那边从未收到过手机，手机也不在帽子那里。一开始是在杜强的手中，但后来在谁那儿就不确定了。大家记得吗？之前宋伊人发了一组微博，曾经有一张照片是餐桌上的一个东西压着一部黄壳的手机，而那个手机壳跟于朦胧曾经用过的那个手机壳颜色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黄色。第四是这些年他每次拍戏都会遭受一些大大小小的意外伤，每次以为只是意外，但现在回头看去蛮蹊跷的。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不明面上的，公司勒令他节食是真的，胃后来不是很好了，做过手术。大家知道拍戏中如果受到一些意外伤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次两次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偶然的，在所难免。但是每次拍戏如果都受到伤的话，这还能再用偶然来说吗？另外，艺人如果为了保持形象呢，节食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节食到胃口生了病得去做手术，这还叫节食吗？明显就是折磨人。第五是家属那边用自己的办法还在坚持，从未放弃。这件事被压得很狠，甚至新疆压得比北京还狠。家属从来没有放弃呢，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到，如果家属放弃了的话，那么应该很快当局就会出面逼着他们拍视频，让人们停止发声。至于新疆比北京压得狠，我们也可以想得到，因为中共对新疆一向镇压的力度很大，而新疆的官员也都会把对人民的暴力镇压作为进入政治局的一块垫脚石。第六点是说，事发时帽子去过被劝回，中途有圈内人想救他，去了但没来得及救下。警察曾经去过现场，却被人给劝回去了，这就更说明作恶者他们的靠山是很硬的，很有背景，可以左右警察的行动。至于圈内人想救却没救下于朦胧，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第七点是说，这是一场众所周知的秘密谋杀事件，天娱这座山下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即将止步于那一天。也就是说，于朦胧被虐杀是天娱公司早就谋划好的，只有于朦胧一个人是被蒙在鼓里。我们整体来说，这个爆料帖子，于朦胧早就被天娱公司
牢牢地控制了。从每次拍戏都受伤，到不许吃饱饭导致胃口生病，再到密室对他狂虐等等，这就表明天娱公司根本就没有拿于朦胧当艺人养着。从杜强对外释放假消息做伪证，到拿走于朦胧的手机，再到于朦胧被虐杀后出警警察被劝回，以致新疆镇压的力度大于北京，这就表明从个人到公司再到中共，整个是一条龙在作恶。对于朦胧的监控、虐杀以及对家属的镇压，中共的操作是极其精准。所以于朦胧事件会有真相吗？我是一点都不乐观，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伥鬼在助恶为虐。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Threads， 很多人呢把这个社交平台啊叫做脆，我简直是无语了。为什么呢？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脆是扎克伯格创办的 Facebook 旗下的一个新功能，是在跟马斯克的 X 竞争。我其实呢用的非常少，因为我知道它跟鬼佬中共是一伙的。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脆上呢为于朦胧发声，所以我才临时注册了账号。前几天我就跟大家说，我的账号被封过一次，就是脆的账号。然后呢，我注册了一个新的，昨天又被封了，说我是违反了社群守则，被永久停用。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我只是看看大家的发言，怎么就违反社群守则了呢？其实我知道啊，就是我谈于朦胧的这个事儿呢，谈的太多了，扒了中共很多的皮，中共对我恨的是牙根痒痒，却又拿我没办法，所以呢，就给伥鬼施加压力，让伥鬼盯着我，限制我使用。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一个人如果活到这个份上，挺没劲的。为了那么一点利益，竟然连灵魂都不要了，多可悲啊！我建议呢，咱们给这个脆啊改个名字好不好？改叫习习族这个脆，或者是啐一口唾沫这个啐都可以。这些信息我跟大家讲，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要是不翻墙，那是很难知道的。但是如果用一键翻墙的朋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昨天呢，我们又为这个技术项目募集到了$2088，其中有一位朋友一个人一次性就捐了$1000来支持这个项目。跟大家讲，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事啊！在当下要想快点推倒红墙，中国民众了解真相，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必不可少的一步。一键翻墙可以让没有任何翻墙经验的人不知不觉地看到海外的信息。现在无数的大陆民众都持续关注于朦胧事件，并且还有很多人向我爆料，很多就是一键翻墙技术所发挥的威力。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任何人使用啊都是很安全的，因为研发团队它有一个专门检测报警系统，一旦侦测到了异常 IP 登录，那么链接就会自动失效，目的就是确保其他使用者的安全。这个技术团队呢，会把一键翻墙链接啊投放到大陆的各个社交平台，包括微信啊、微博呀等等。得到这个链接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件事儿，就是点开链接之后，拉到页面的最下边，将那个二维码保存下来。存下来之后，您就永远可以看到海外的信息了。假如有一天您发现手里的那个原有的链接不好用了，这个时候用手机呢扫描一下二维码，立刻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一键翻墙链接，非常便捷，中共根本封不住。但是这个技术啊，也确实是需要资金支持，这就是我经常呼吁大家众筹，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个技术项目的一个原因了。我们每个人呢，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拿出那么一点点的钱，就可以帮助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人了解到真相。善款的去向大家不用担心，一键翻墙的技术的使用效果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呢会按月的在月底啊，及时的给大家给每一位捐助者发送一份数据，大家呢自己就可以
了解到了。这里呢，我再次感谢各位捐助的朋友，也感谢技术团队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林北川先生啊，他的大号被封了，原因是认证了退役军人的身份，不允许他再用这个退役军人身份了。而且呢，他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个呼吁，号召退役军人站出来，向上举报施压，让真相昭雪。林北川在帖子中指出，能压住政的只有军，军政才能互相制衡。我注意到了，已经有退伍兵在回应他的这个呼吁了。有一位大陆知情的朋友告诉我，微博上已经炸锅了，大家开始转发艾特了。林北川先生这份胆识和气魄，在我看来实在是令人敬佩。他完全都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没有给自己留下那么一点点的退路。大家想，作为中共的红后代，他本来可以逍遥自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他却选择了主动为于朦胧发声。前面他曾经实名举报王小红，现在又号召退役军人出面硬刚中共，就冲这一点，林北川先生已经超越了无数人了。另外呢，林北川还曾指出，被秒台的都是真相。这句话完全都是事实了，因为中共不会任由真相传播的，只要发现，那就会删帖封号，同时触碰到真相的人，可能就会被请去喝茶。而能在大陆网络上流传的，那就是中共允许流传的，是他要让人们看到的那些虚假的信息。有几位朋友告诉我说，林北川因为不断发声被人质疑，现在呢正在遭到攻击，让我呢在节目中说几句。其实我昨天就说了，我一不了解林北川，仅仅限于网络上朋友们提供我的一点信息；二呢，我也不知道攻击他的人是什么人。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大家都是真心的为于朦胧好的话，那为什么要攻击同行者，而且是有冲锋在前的人呢？为了于朦胧，林北川现在都不要自己的前途了，那还有必要去质疑他吗？岳飞和秦桧啊，都是宋朝人。金国来犯，岳飞是领兵去前线抗金，捷报频传，而秦桧向宋朝皇帝进谗言，声称岳飞私通金国要谋反。秦桧没有去抗金，却把矛头对准了抗金的岳飞。他这么做对谁有好处啊？当然是对金国有好处，因为秦桧就是金国的奸计。他不希望岳飞打败金兵，更不希望灭了金国，所以就在背后捣鬼谋害岳飞。我想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当然了，据一位朋友讲啊，林北川现在呢还在安全范围，所以呢大家不要偏离了方向，还是要把这个目光集中在于朦胧事件上。大陆的朋友还得接着写信打电话，只是呢寄信的时候尽量的避开朝阳区。另外还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啊，他希望我呢能够为居来提辟个谣。因为有人发帖说我呀曾经说过居来提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朋友表示，新闻看点李牧阳是网友间公认最有公信力的频道，所以呢被人利用了，因此呢得让我出来辟一下谣。我这里声明一下，我不是为居来提辟谣的，我是来为我自己声明辟谣的。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中提过居来提，请大家呢不要讹传。其实仅凭一首歌啊，就说居来提早就知道于朦胧被虐杀，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有点牵强。为什么这么说呢？于朦胧离世的消息最早是名侦探小燕在9月11号上午11点左右发布的，而居来提发布的那首歌呢是18点52分，中间隔了几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对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来说，创作一首歌曲其实很容易的事儿。我本人也喜欢音乐，上学的时候也胡乱的写过几首不成样子的歌，就是自己唱着玩儿，都是作词作曲在1个小时之内搞定的。当时呢就是有感而发，所以那个东西来得很快。
其中还有一首歌啊，被一个专业的人士听到之后呢，还给了我一些表扬鼓励，让我多写一点。但是后来毕业之后，干了工作了，就没有那份心境，也就不再接触音乐了。另外呢，一直暗恋于朦胧的汪于岑，最近一直在发疑似怀念于朦胧的微博。比如他10月20号发帖呢，先写了第40，也就是第40天。10月20号呢，又发帖写了第42，这应该就是记述着于朦胧离世的日子。如果这样来推算的话，那么于朦胧被害死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推算到是9月10号。如果真的是于朦胧在9月10号就已经离世了，而居莱提从小道消息了解到于朦胧离世的消息，写一首歌来纪念他，这不是更容易了吗？我就是说呢，大家不要随意的去猜疑，甚至是打击别人，这样的容易造成误伤，甚至呢有可能给水军操弄。我觉得居莱提那首歌你在听吗？有点像跟于朦胧说话的感觉。那这样的歌曲在网络上流传，不是挺好吗？有一位不是于朦胧粉丝的大陆网民，为了自己喜欢的艺人，跟大佬们已经对抗4年多了，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天亮，但是他们仍然在继续扛着。这位资深的对抗人士，他发现呢有一大堆营销号在就于朦胧事件胡说八道，所以呢发了一个长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对抗经验。这个人先让人们换位思考，站在大佬们的角度去想想，目前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不让人们提于朦胧，让粉丝们慢慢脱粉忘记他，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安全。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有一系列的手段。常规动作就是删帖、禁言、封号，接着会流出各种说辞，让你不要提起他，比如什么尊重逝者、不要消费逝者等等。大粉呢，还可能在某个时候突然转风口，跟之前的行为大相径庭，引导粉丝们往相反的方向走。不过这个大粉不一定是粉丝，只是大佬们的人，职业粉丝。在大规模的禁言封号之后，会有很多新号出来，自称我是某某某，之前的号被封了，现在重新注册一个。这些新号是自家人还是敌人，很难分辨。另外还有呢，一直站在自家这边的圈外大 V， 可能出现突然倒戈相向，其实是大 V 的号卖给别人了。在这些可疑人的带风向之下，粉丝内部就会出现内斗，因为意见不同而吵架。比如 A 派认为要网上多发声， B 派则认为网上发声没用，要到线下机关去信访， C 派则认为信访会打扰机关正常运行，对事情不利，等等等等，争吵不休。在意见无法统一之下，粉丝内部就会斗起来， A 说 B 是黑子， B 说 C 是黑子等等。粉丝们吵起来了，路人就会离开了，他们会认为这是娱乐圈自己打闹，不再关注命案本身。接着大佬们就会照着于朦胧的言行举止培养出一个新人，让粉丝们在这个新人的身上看到很多于朦胧的影子，不知不觉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新人身上，从而忘记于朦胧。他们还可能找个不相干的人，说这就是于朦胧，他没有死，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整容了，现在在过着怎样怎样的平静生活。也可能会放出一些以前没见过的黑料，目的就是让你脱粉。而对于一直坚定的粉丝，他们会发出威胁恐吓的私信，远离这件事儿，目的就是让你别掺和。发帖人还表示，上面提到的这些只是还记得的，但不只是这些，他们的手段很多，所以一定要仔细考虑，才不会被水军带动和欺骗。这位网民指出啊，对网上的陌生人要保持警惕，哪怕是认识多年的网友，只要没见过面，都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如果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那就回归最初的问题，
大佬们最希望什么，然后反着走就对了。这位网民还提醒，抗争归抗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要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之中。坚持很重要，要做好以年为单位的心理准备。最后呢，这位网民还鼓励大家，也许会有天亮的一天，也许永远不会有，但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他说，一个点赞，一个转发都是有力量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再次感谢各位深挖爆料的朋友，也感谢捐助一键翻墙链接的各位朋友，同样感谢大家坚持看到最后。大家在离开之前，不要忘记给我的节目也点个赞，并且转发一下好吗？这是有力量的。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